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就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的8月28号凌晨，F-35隐形战机悄然出击，一次精准打击，让胡塞武装的总理、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同时丧命。以色列称这是决定性胜利，但问题是，这真的是中东战火的终结吗？还是一场更大风暴的开始？玩书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突如其来的斩首啊，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8月28号的凌晨啊，多架以色列的 F-35战机啊，从以色列本土外海方向进入了也门上空啊，横跨了1800公里飞行的啊，目标是首都萨那的一处建筑。在那栋楼里面，胡塞武装的高层正在聚集，观看他们的领袖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的一个电视讲话。就在众人放松警惕时，几枚精准制导的炸弹从天而降。短短几分钟，胡塞的总理阿哈迈德·纳哈维、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阿提菲、参谋总长穆罕默德·贾马里全部命丧当场。以色列随后宣布，这次行动代号叫“幸运投弹行动”。在他们的表示中，这是一场堪称完美的斩首作战啊！再一次精准斩首啊，灭了这个胡塞的所有内阁高官。那么以色列国内呢，也把这一次看作一次战略性的重大胜利啊！当然，玩书有不同的看法，待会再讲啊。首先，我们看看它战术层面啊，战术层面毫无疑问，非常成功啊 ！F-35的隐身性能和作战能力再次被证明了啊！在胡塞的防空系统的眼皮底下，战机轻松突破防守啊，精准打击，并且呢，以色列的情报能力啊非常厉害啊，能够精准的知道胡塞高层同时聚集在某一栋楼里面。本身就是一个情报的奇迹啊！有人推测呢，这背后肯定有美国的情报支持，也可能有这个沙特的暗中配合，甚至胡塞内部啊出现了内鬼。我们知道，在这个红海啊，就是也门这个胡塞武装啊，红海有个叫曼德海峡是吧？这27公里是吧？那么在对面呢，以色列布置了专门的这个情报观察哨啊。所以以色列用最先进的武器打掉了对方的最高指挥层，短期内震慑效果毫无疑问非常明显啊，点赞。我们再来看一下胡塞的这个愤怒啊与报复啊，但事情呢并没有就此结束，胡塞很快确认了伤亡消息啊，并在萨那为这个遇害的高层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又是成千上万的这个人走上街头，高喊了血债血偿反美反以的口号，再次响彻云霄啊！就在葬礼现场胡塞宣布艾哈迈德·拉哈维和其他高层是烈士，他们的牺牲会让更多人投身斗争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这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更是借机强化号召。把这次空袭包装成对也门对信仰的一个侮辱。那么接下来几天，胡塞又加大了对红海航道的袭扰还出席了这个联合国驻这个也门的办事处，拘押了10多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等那么这个动作表明要告诉世界，你们支持以色列，我就让你们全球都付出代价。我说吧，联合国早就说过，联合国你就不用到也门去帮什么忙，你是帮倒忙，对吧？所以这场空袭非但没有让这个胡塞沉默，反而给他们一个扩大斗争的理由。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背后的伊朗的影子要真正理解这场冲突，就得看伊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一直是伊朗的爪牙是吧？他从来都不是个孤立的组织，他们就是伊朗在阿拉伯半岛的代理人之一嘛。无论是武器、资金还是战术顾问，伊朗一直在背后大力支持。小动作不断，是吧？对红海这个航道的袭扰一直不断似乎是掐着这个世界的脖子。你看他们在战略这一块德黑兰来说，胡塞就是一张牌，
经常打一打来牵制敌人，对吧？就像中国打朝鲜牌一样，经常打一打，是吧？所以以色列发动这个幸运丢弹的行动啊，不仅是为了消灭几个胡塞高层，更是想给伊朗一个警告，是吧？你在外面布置的棋手，我随时给你去掀翻，这叫敲山震虎。但问题是呢，这种警告真的有效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伊朗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代理人，相反，他们很可能会指示胡塞发起更猛烈的报复，以保持他的一定的威慑力，对吧？我们从历史上看，是吧？伊斯兰教从来就没有输过基督教，他人越来越多，他简单一招就人越来越多，你把他没辙，是吧？所以这次斩首行动啊，不仅改变不了他这个胡塞的内部的局势，还在整个中东会掀起波澜啊！你杀了几十个人高官没用，是吧？这个有用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看沙特啊，沙特呢，他们多年跟胡塞交战，看到对方的高层被炸死，多少感到那个解气。但另一方面，沙特也担心，如果胡塞的报复升级，红海、波斯湾局势又更加紧张，那么他们也会跟着受害。所以这个伊斯兰教这些祸害呀，这个在全世界是祸害不止啊，人口越来越多，怎么办呢？对美国来讲，华盛顿态度也非常微妙。F-35的出动，情报支持都绕不开美国。表面上美国会低调处理啊，但实际上呢，很可能也是他这个幕后推手啊，因为这个之前这个美国在这个胡塞打了1个半月嘛，川普上台之后，但打来打去也没打赢，就签那个停火协议，是吧？现在再让这个以色列动一动，再来一下敲山震虎，但是问题是这个敲山能有多大作用？玩出意识这个观点了，对吧？所以美国呢也怕这个中东的这个失控，那怕胡塞反过来又袭击美国的目标，是吧？那么对联合国来讲呢，胡塞绑架联合国工作人员，直接让国际组织陷入困境。也门本来就是个世界最严重的人道危机，现在连救援机构都被绑架，外界那更难进入了啊，更难介入这个事儿了，是吧？所以呢，我一直认为啊，像这个也门胡塞呀，联合国就不要介入。你也不用去帮忙，你不要给人道，什么人道？你像当年你给这个哈马斯啊，加沙你给人道，最后的哈马斯把这个东西拉跑了，把粮食啊，这个药品啊都控制了。相反，他以此为要挟控制当地民众。所以我们这个联合国啊，这个不能说出发点是坏的，但做的结果它没有什么好结果，对吧？你现在又10几个人被抓了，你还解救他？搞得这个联合国压力很大，搞得以色列压力也很大，这个出手都不敢动，是吧？打一打不敢动，那他们越来越嚣张。这是一直这个脉络一直是这么说的，是不是？一直都是这么来的，对吧？所以呢，以色列这一击啊，看似这个干净利落，但却让本就复杂的中东局势呢更加的扑朔迷离了啊。所以中东战火啊，我还说一直有观点，我们希望停下来。把伊朗的核设施炸了停下来，但没停，他总是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呢，王叔分析呢，胡塞他不单纯的是个地方武装，他之所以能引起全世界关注呢，是因为他掌握了对全球航运的一个威胁，是吧？就是那个红海啊，红海是连接这个是印度洋到这个地中海的一个关键的航道嘛，啊，红海和曼德海峡，是吧？它是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一个重要通道。如果胡塞持续骚扰商船，油价必然上升，全球供应链又会受到了再一次的打击。这对已经疲软的这个全球经济来说，几乎又是这个雪上加霜。这是他的厉害，他能够掐着你的小脖子。就那个地方曼德海峡一个小脖子，不管是亚洲的中国、日本、欧洲的德国、法国，还有依赖石油的进口的印度，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呢，这场看似局部的军事打击，其实牵动的是整个世界的一个经济神经，叫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是也门胡塞武装的他的这个这个狠的地方啊，这掐着了世界的软肋。所以这场冲突是结束还是又一次开始呢？这是我们在视频一开头王叔就提了一个问题，对吧？虽然这是战术上的以色列胜利，
但是在战略上，我们说西方从来就没有赢过，对吧？所以完说答案是否定的。从短期看，那么胡塞确实遭受了重创，高层损失惨重。以色列展示了情报和空军的绝对优势，但从长期看，胡塞不会因此瓦解，伊朗不会因此退缩，中东的代理人战争也不会因此停止。全世界三大战火，中东也没有息，即使把哈马斯暂时消灭了，对不对？那么更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次的幸运这个投弹行动啊，可能只是新一轮冲突的起点。胡塞加强报复，伊朗也会加码，以色列也会继续出手，沙特呢被迫应对，美国也难以抽身，局势只会越来越复杂啊。所以呢，这既不是结束，也不是一个明确的开始，而是中东战争历史循环，东西方的历史较量的循环，一次又一轮的不断的从来没有结束过。西方在战略上从来也没有赢过，只是在战术上赢了，对吧？王叔的观点啊，再次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伊斯兰教，他就一招就多生孩子，一家生个是4-5个，你伊斯兰教，你包括现在是吧？这个中国现在生孩子生育都下降了，日韩都不行了。唯一能够抗衡就是印度教啊，印度还生的还比较多，对吧？但是也干不过伊斯兰，他们最后都人多，蛮简单。你看现在不是什么美国什么这个纽约的这个市长选举是吧？伊斯兰教的是吧？英国的伦敦选举也是伊斯兰教的，对不对？他都是他们的人。最后你没人那你打什么仗呢？你还打什么战略呢？对不对？这是王叔一时观点啊。对吧？你打什么仗？你这个武器很先进，他们人杀越打越多，你杀了10几个没用，你杀我一个，我又培养100个啊！这个精神领袖、精神洗脑，你这个是吧？要想别的招啊，所以光靠武力是不行的啊！这是王叔一直以来的观点吧。那么讲的不对地方，请大家打在屏幕下方和王叔互动。好的，谢谢大家。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